解放军近日大规模的军演，动员了超过90艘的海警船跟海军舰艇，范围包括了东海、台海跟南海，是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以来中国大陆范围最大的一次军演。它瞄准第一岛链，但中国大陆至今仍未正式宣布它的演习计划。而令人关注的是，连台湾的国防部也只能看到一堆雷达光点。解放军这次行动的背后意涵到底是什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帮我们抖内啦。好，我们今天看到呢，中国大陆他们这一段时间呢，在台湾的周边包含台湾的北边的东海，还有南海。其实南海就我了解，才是真正数量最多的这个地方。那另外还有台湾的东部菲律宾海。这一些海域呢，中国大陆在之中部署了90艘左右的这个包含海警船，还有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艇。那当然，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到底有什么的目的在这边呢？其实说真的，我们从现在所有公开的讯息，我们可以推测到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这一次解放军也真的是有进行一个操演，我们英文讲叫做 drill 这样一个层级的这样一个操演。但是呢，这个操演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固定而且长期，它不是很定时的，但是它是非常固定在进行这样一个操演，也就是大陆进行这种所谓的 A2AD 反区域反介入操演。那这个操演它主要的这个目的跟任务在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台湾来讲，台湾其实在第一岛链这样一个位置来说，它可以说极为枢纽。为什么？因为台湾的东部出去菲律宾海，马上离岸不到1公里的这样的距离，海床的深度马上会陡降到5000公尺深。这个的确是对于未来如果要向西太平洋方面或太平洋方面进行扩张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作为前舰基地，实在是好到无以复加。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台湾的周边严格来讲，并没有很适合我们的友盟能够为我们呢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进行军力驻扎，或者说甚至于部队、战机、联队等等这样一个进驻的这样一个岛屿，相对来说也的确匮乏。所以呢，美国如果要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所谓的区域拒止的任务的话，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它的航空母舰。那这个航空母舰，过去美国在96年台海飞弹危机，甚至一直到大概07、08年的这个勇敢之盾，美军的这样一个作业，基本上都认为，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冲突，美国决定要以武力进行区域拒止任务的话，它必须要在石垣宫古岛附近水面，以及与那国岛的东边另外台湾的绿岛、兰屿的这个东边大概距离台湾本岛350公里的地方，部署至少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然后让这3个航空母舰的这个舰载机联队以及包含的附属舰队，能够为台湾上空撑起一把这个空中的这个优势的这样一个空优的伞。但是当然现在解放军的这个海军已非昔日无下阿蒙人家现在这个远洋舰队其实可以说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战斗力包含它的航空母舰也已经有了这个辽宁跟山东，外加上他们还有一艘福建号马上要进行海试完毕后成军服役的这个部分。虽然说它的海军航空兵要真的能够离到跟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相等量的这样的水准，其实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但是不可否认，他现在这个蓝水海军已经非常具有实力了。那对于解放军来说，如何在未来两岸如果真的爆发军事冲突时，他能够在台湾的东部对美军进行反介入跟反区域拒止，就是成为他这几年进行类似演习或是类似操演，严格来说是类似操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今天把时序往过去看，我这边有2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民国110年，也就是2021年左右，当年的这个5、6月，还有当年的11月，大陆都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干嘛嘞？由它的这个空中兵力经过台湾的西南空域，越过巴士海峡，到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干嘛嘞？对菲律宾海进行一系列这个演训。当然在那个时候大量战机，那时候从台湾南部这个巴士海峡过去的大陆军机多如过江之鲫那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当然也非常紧张，但是如果你当时把美军在附近的部署图调出来一看，你就发现，哎呀，原来大陆他在做这种穿越巴士海峡的任务之中，通常就是有1艘到2艘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摆在菲律宾海。然后呢，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他们在进行这种所谓操演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这种所谓的实战化演练。实战化演练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真正作战状况下能够打仗，而且呢，部队要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他有这几个这个要求，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对这样一个模拟状况不断的进行演练。有时候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不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陆的山东号、辽宁号就跑到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扮演一下美军的航空母舰。那这个时候辽宁号、山东号扮演蓝军，那解放军自己的红军，那他们就要进行这样的穿越岛链，也进行这样的反介入跟反区域拒止的这样的任务。但是呢，我们看到下面一张图，今年12月10号这天，我们国防部所发布的周边区域动态，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旁边底下3号这个大框框，就台湾南部西南空域到这个巴士海峡这个空域，的确也有一块框起来，也告诉你说有10几架飞机，但是里面到底有多少，分多少批次，有多少种飞机，怎么飞，他就不告诉你啦。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有点那么一点，如果说我们跟之前2021年，也就110年提供了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2个图来相比的话，它就有那么一点点资讯不对等的味道。什么叫资讯不对等呢？因为之前那个图它告诉你清清楚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现在呢它是用个统包的方式告诉你这边就这些，也就是说他其实可以选择他想告诉你什么他就多透露一点，他不想告诉你什么时候他就少透露一点，这样的一个那个 mega 在里面。那当然其实我们再看到下面2张图这2张图是什么呢？这2张是 USNI 也就是 US Naval Institute 美国海军学会，它每一个礼拜一都会公布当天美国海军的海外部署的这个状况。当然这个海外部署呢是以这个航空母舰跟两栖攻击舰为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海上那些黄点点都是它在海外部署的，但是不代表这些船全部在海上哦。你可以看到12月9号这一张，它上面就有包含 George Washington 还有呢 America 这2艘船，一个 Yokosuka 一个 Sasebo。干嘛呢？代表这2艘船都在港里，但是因为我们讲到这2艘船是所谓 forward deploy， 也就是前进部署的，所以它是把它算在部署里面的。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位置约略在巴士海峡的正东方500公里的位置上，有一个叫 Vincent CSG， 也就是 Carl Strike Group， 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卡尔文森号的，它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对于解放军来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他现在在做训练的时候，反介入跟反区域拒止就要实战化演练，实战就是要针对美军的航空母舰嘛。那美军的航空母舰在这，我干嘛不来练？所以就看到12月9号、10号，共军的军舰包含像052D、054A 等等，分别的由台湾的北部，也就是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进到了这个菲律宾海。那另外大陆的大量的这个军机就由台湾西南空域，然后呢进到台湾的巴士海峡之后，向东进到菲律宾海进行反介入跟反区域拒止的演练。这种北边的船跟南边的飞机，其实北边还不只有船而已，也有飞机。那这整套解放军的这样一个前行攻势呢，它并不是真正要实际到那个位置上去演练如何打美国航空母舰，他就会告诉美国人说，我现在就这么多的飞机来了，我这么多的船来了，我告诉你，我如果真的要打你的时候，你自己去算，我这些飞机，我这些船能够带多少东西，你现在这几艘神盾舰跟你的这个舰载机防得住防不住，你自己要好好思量。这个是解放军他做这个战术动作的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东西严格来说，解放军真的只要逢美军的航舰在那儿，他们就一定会玩个几次，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我刚刚讲是例行，但是非固定时间的这样一个drill操演。这是我目前从公开资讯所获得的资讯中去推断，今年的12月8号、9号、12月10号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必须要说，这是我依据公开资讯做的推断，我也不敢讲一定是这样，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大概8、9不离10了啦，应该是这样说。好，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看到解放军一大堆的这个军舰，其实是不是代表共军有更好的海上的这个封锁能力？我必须要说，其实针对台湾，它可能不能用封锁这2个字，因为封锁在国际上来说，从北京的角度来讲，现在它所面对的两岸问题是一个中国内政问题，是一个两岸之间内战未解决的这个状态。其实也很诚实的说1949年的这个中国内战到现在，双方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严格来讲，双方现在是处于一个内战的暂停状态。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用封锁，那个话其实变成所谓的国对国之间战争。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他会怎么做呢？他对台湾最有可能做就是采取一种所谓叫框艇。什么叫框艇？就是隔离。他会在海上进行拦截，也就是说，当海上的这些船只，如果这条船你是要去台湾的，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拦住不让你进去。有点像什么？那个也门的这个觉醒青年在亚丁湾做的事。我知道你这个船要去以色列，我就打你。你不去以色列的呢，我就不打。当然啦，觉醒青年这个辨识能力可能这个不太好，所以呢，常常打了一些不该打的船。所以呢，现在变成说
大家都不敢走亚丁湾，美国现在要摆2个航空母舰在那边啊，告诉也门的觉醒青年，你要玩的真的太超过，我可能真的会动大手啊，有这个味道在里面。共军对台湾来说，他会用采取这种所谓的框艇，这种框艇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对我们采用这种所谓的海上隔离的话，它其实有可能在哪里？它有可能在南海就动手了。也就是说，譬如台湾对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海上石油生命线，包含我们的原油，还有包含我们的天然气，都从中东坐了那个瓦斯船到台湾来的。那这个时候，中共只要知道哪些船是要来台湾的，他在海上就专门去抓这几艘船，把它抓起来，说你有扣你一个什么罪名，然后把你带到附近的港口，我们要临检，我们要安检，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台湾来说就是很伤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如果说今天你是在南海，或甚至是在更远的海域对台湾的船舰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说真的会让我们有鞭长莫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友盟的这个帮助会更为重要。好，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能够加强我们海上补给线的防护？其实说真的啦，讲到这个部分，现在的确是有点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因为不可否认的，中国大陆它建立了这个蓝水海军，也就是远洋海军。它现在的这个052D 的驱逐舰呢，已经造了将近有快40艘左右，我印象没错是40艘了，数量成长的还蛮快的。而且中国大陆它的造舰能力也真的是非常的可观。我真的必须要用非常可观来讲，我并不是说代表我这个羡慕或干嘛，我们必须要说知己知己百战不殆这个时候你要才知道，就对方的实力到哪里，你要很清楚是这样。他们现在一艘054的这个巡防舰，从安放龙骨最后能够成军服役，才22个月。这个速度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当然，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船到底行不行，如何如何，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它真的22个月就能够弄出一艘054A 巡防舰这种等级的船出来，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要去担忧跟害怕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在这个南海或甚至更远的海域对我们进行这种所谓海上隔离或者海上临检的话，那的确我们的海军或甚至于我们的海巡要能够有效应对的话，的确难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必须要让掌握的我们海上生命线的这些船舶，未来在运作上要更具有弹性，或甚至于要更能够跟南海的这些国家，或是沿路的整个从中东过来这一路的这些海上国家，都要能够有更良好的关系，让我们的船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可能遭到类似情况的警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海上进行第一时间的这样一个回避。也就是因为海上双方的船都不可能用这种急速来追去，也就是说，如果当你能够远远的就知道对方有船对你来意不善的时候，这时候你改变航向嘛，或绕路而行嘛，让你的这个船的这个航速能够尽量的不被它追上你。那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你还是可以在海上借由这样一个方式，借由友盟的这样一个资讯，能够让你在海上相对来说脱身。那当然，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海军1对1的这个从台湾一路护航到南海，然后再护航过这个马六甲，再护航到这个中东的这个波斯湾去再游回来的话，说真的也很不现实，这也是很麻烦的地方。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北阿拉伯海有这个海贼对处的这样一个舰队就是那个专门负责打海盗，它有一艘大概052D 加上一艘054，而且它是一年365天都在那边站岗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海军舰队到那边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会碰到跟人家这个硬碰硬的这个问题。当然啦，为了维持我们的海上这个生命线，我们必须要付出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舰艇透过跟友盟的合作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才行。那当然，共军的这次操演它的海域覆盖东海、台海、南海，那这样一个部署，其实那个是不是代表这个中国那个解放军在强化他们对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部署能力？当然，他现在突穿第一岛链，我个人觉得在能力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是持续力。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它的这个蓝水海军在外面作战中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海军能够这个雄霸这个西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哪里嘞？它其实在全球各地有可以让它支应就进行补给的海上基地，但相对于共军来讲，它的这个海上基地这个数量就相当的少，特别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完全没有。那这个时候，它如果要进行海上作业的话，就一定要依靠它的海上的战斗支援舰，也就是它的湖级查干湖啦、昆仑湖啦各种湖级的这种战斗支援舰。那这个海上战斗支援舰，他们一次大概可以运补大概约1万公吨的这个燃料，还有包含弹药。但其实1万公吨的燃料来说的话，对于海军的这个舰艇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共军的这个舰艇，甚至包含航空母舰要进到菲律宾海的话，
它的这种湖级的这种战斗支援舰就要川流不息的那通过第一、第二岛链之间，这个其实在作战上来讲，会对它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术弱点。所以我一直并不认为共军在真正作战的时候，它会让它的海军越过第一岛链对台湾进行封锁，这个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因为它等于是这样的做会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别人的这个相对来说可用军事力量之上。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以我们面对中国大陆的海上操演，其实由于它这个操演，我个人定义是认为它基本上是针对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打击群所进行的这样一个战力展示的这样一个操演，一个 drill。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针对它的这个操演，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比如说了解到共军的海军，他们在这些时间进到菲律宾海以后，他们的舰队部署在哪些所谓的这个战术位置？那它的这个战术位置的部署到底目的跟意义何在？那未来如果说我们要能够提供我们的友盟来援助我们的时候，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提供他一些相对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对这些进到菲律宾海的这些敌对舰艇构成一定的这个压力？这些是我们在这一系列这个操演中我们要去观察以及要得到一些重要资讯，甚至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建立一个资料库。好，几年几月它应对什么时候呢？它摆在哪里？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资料库，对于我们未来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力部署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解放军海军对台湾的封锁行动？那美国的空中还有海上以及前舰的这个力量如何协助台湾应处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威胁？其实我必须要说，你从今年2024年的勇敢之盾演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非常认真的面对跟去思考如何能够在第一岛链能够阻止解放军可能跟美国或是美国的盟邦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如何应对？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菲律宾签署了相当多基地的这个使用协定，但是美国并没有驻军，为什么？因为呢，它要让它的包含陆战队变成一个能够机动部署随时 from the sea 从海上而来的一个部队。那同样的，空军也是那美国的空军在过去在这个区域里面，它最大真的可以说是弱点是它没有足够的基地可以使用。那在整个第一岛链上，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自然是琉球的加索纳空军基地。但琉球加索纳空军它位置就在这它不会跑它离台湾600多公里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共军要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600多公里其实有那么点点鞭长莫及，因为一个空中机动作战有效的距离是400到500公里，也就是超过4到500公里其实这个空中机动作战就会显得有点这个非常吃力这也是事实。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现在想到的办法是跟菲律宾使用这个基地，然后他也不让他的军力实质进驻到任何一个基地，而是呢让他说，当他在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他选择1到2个基地，让他的这个包含这个战力恢复，也就是我们空军讲的叫潜力装化的人员，搭乘 C-130动运输机然后带着燃料、带着弹药，快速部署到其中一个基地之后，燃料跟那个弹药跟人员迅速的这个卸载 F-22迅速的降落，然后迅速的恢复F-22的这个作战潜力装挂之后呢，就是挂弹加油之后呢 ，F-22起飞，然后人员迅速撤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让美军能够在西太平洋的这个空军基地的使用上变得非常的弹性。快速的、及时的部署，而且快速的、及时撤出。为什么？因为美军也已经把中共的中程飞弹跟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重要威胁。那既然在有这样一个重要威胁下，他就要因应这样一个威胁去演练如何在敌火下有效作业这样一个部分。那至于海上的部队，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在演练这种所谓的海上再装填技术，就是你看以美军的一艘神盾巡洋舰来讲，它有122个 Mark 41的发射管。那122个 Mark 41发射管里面又有反潜火箭，又有标准防空飞弹，又有战斧飞弹。如果他把标准防空飞弹打光了，或打到一个安全量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个船其实必须要退出战场，重新整补。那过去美国海军的这个情况他必须要把船如果在台海周边，它的弹打光的话，它这个船要回到哪里？最近要回到关岛，关岛重新装填之后再重新出来作战你美国海军有多少的船跟神盾舰可以让它耗损在这个来往的路途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也开始测试如何在海上进行重新装填。过去神盾战斗系统的这个 Mark 41的确有附这样一个装填的这样的起重机，但是后来发现不实用就没有用了。那现在美国重新开发一套能够在海上航行时为这些这个巡洋舰跟驱逐舰重新再装弹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他们已经获得一个初步验证，这也是美国为了要解决它整个在台海周边鞭长莫及基地不足的这样的情况所提出来这样因应策略。那至于说到底有没有效，说真的啦，
我个人还是认为，双方政治领袖透过政治来让这个战争不要发生，可能才是最好的方式。